房间里，原来平姨娘的灵魂苏醒过来，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儿，她肚子里的孩子就要出生了。见人家要生孩子，顾老六就出了院子，想着回头再来收宅子。少师大人还不知道，他快要无家可归，沉浸在就要有3个大胖儿子的喜悦中无法自拔。顾老六撇撇嘴，这位少师大人命中无子，这3个孩子就算生下来也未必能活。他和大一躲进了一个偏僻无人的小院子里，然后进了空间。他倒想看看这生子系统无中生有是有多厉害。进入空间，大一就开始研究生子系统。他发现程序基本相似，只是运行代码不同，每个系统执行的命令不一样。这个生子系统也是靠积分升级，只要他绑定的宿主生下孩子就有积分，不管孩子是死是活都可以。大一很想知道这些系统是哪位人才做出来的，都已经生出自主意识了，既然管不住，为何一开始不毁灭，还要放出来祸害人？生子系统的商城里都是一些有关生子的东西，顾老六问都没问长安，直接连同系统一起销毁了。现在就只等另一个攻略系统回来了。那个咸鱼系统，顾老六没打算动它。咸鱼系统是个比较正常的统，他的宿主虽然大胆了点想要扑他，但脑子还是比较正常的，人品也还行。他们在少师府等到月上中天，终于等到了孩子出生。意料之中，都是死胎。顾老六查了一下少师的生平，命中无子的源头给他找了出来。前世太渣，在媳妇儿面前发过太多誓，其中就有关于这辈子断子绝孙的。好得很呢，这也算是自作自受了。这人确实是有才，但是人品不太行，不过也没干什么大奸大恶之事，以权谋私的事儿倒是没少做，陷害同僚的事儿也做得很顺手。既然如此，他搬走少师府也没什么心理负担了。这少师做人不行，宅子还是建得挺漂亮的。朝廷品级高的官员住的宅邸都是由皇帝赏赐下来的。这个少师府是通过后期改建的，宅子的归属权本质上还是归朝廷。顾老六直接忽略这宅子是朝廷的这个问题，他搬走了，皇帝再建一个不就好了？反正他们有银子也有工匠，不像他和闺女儿只有几个不太聪明的傀儡，皇帝这也算是扶贫了。平姨娘的院子里充斥着恐惧和惊慌，少师大人面色黑沉，看着襁褓里3个没有生息的儿子，心痛的眼眶泛红。给本大人查！他怒吼一声，便仰面往地上倒去，气急攻心，晕倒了。也就在这时，顾老六定格了时间，把少师府里上上下下所有人用神力全移到大街上，产妇是连床一起移出去的。一座5进园林式大宅拔地而起，然后瞬间消失。长安看着阁楼左侧突然出现的宅子，陷入沉思，他老爹的功德有没有倒退呀？宅子薅走，顾老六把放在街道上的人全移进去坑里，等他和大一走出东区才恢复时间次序。他们悄无声息地回到万宝阁，长安便有些担忧地问顾老六：爹，你功德还在吗？还在，不过倒退了些，又不是全没了，没多大问题，还是不要让他闺女知道的好。长安听到他功德还在，就松了口气。好不容易赚回来的功德，可别一把玩没了。少师府这边乱成一锅粥，不明白怎么好好的一座府邸，眨眼间就消失无踪了。在吵闹中醒来的少师大人听到管家汇报，他的少师府没了，这次喷了口老血，又昏倒了。不知道少师府撞了什么妖邪，本夫人还是回娘家住些时日吧。少师夫人的一句话就引得少师府所有人纷纷猜测，妖邪会不会跟那3位夭折的公子有关，然后又从3位夭折的公子延伸到了平姨娘身上。莫不是平姨娘为了求子做了什么缺德事儿？是不是平姨娘跟妖邪做了什么交易啊？所有矛头全指向还昏迷不醒的平姨娘，而少师夫人带着伺候她的丫鬟婆子施施然地离开少师府，回了同住在东区不同方位的宰相府。
邵师傅的管家先把自家大人和平姨娘先送去了附近医馆，留下人伺候，然后去报衙门报了官。父女俩悠闲地吃过早餐，然后带着大衣去了东区吃瓜。少师大人请的玄云寺方丈下午才到，他站在巨坑前，这里看看那里摸摸，最后啥也没看出来。不过3位夭折的小公子，他还是算出了点东西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命中本无子，强行借子实为逆天，逆天而为，不得存。少师大人听了方丈的话，脸色煞白，踉跄了几步，差点摔进坑里。还好管家扶住了他。阿弥陀佛，贫僧佛法尚浅，并未看出贵府消失的原因，请施主另寻高人。说完，他就带着小沙弥离开了东区。邵师傅的这个大瓜在茶楼、酒楼和客栈被说书先生以各种方式讲了10多天，直到一队丧葬队进了京城，才把热度冲下去。长安和顾老六在京城等了将近1个月，才等回来那个攻略系统。宿主，要不你想办法混进宫当宫女，这样见到皇帝的机会更多。我好好的千金小姐不做，去做伺候人的活儿，我又不是脑子有病。但是宿主接触不到皇帝啊。系统，我一定要去攻略皇帝吗？换个人不行吗？那个侯府世子和云大将军也不错呀。宿主，世子和云大将军气运确实好，但是他们身上没有龙气啊，吸取他的气运只能赚积分，本统升不了级。那好吧，皇宫每半年就会向外采买一批宫女，我到时候去试试。顾老六没给让他去试的机会，他刚走出宫门就被剥夺了系统。送他回家的工人见他突然痛呼晕倒在地，一时有些慌乱，不过也就在须臾就恢复镇定，把他抬进马车，就快速地送他回家。这个灵魂倒是不用送走，是个本土姑娘，直接毁了系统就可以了。空间里，大衣拆系统已经得心应手了。长安以为这个逆袭系统能拿出治瘟疫的方子，他有多能耐呢？结果有用的也就几样，感冒药配方、治瘟疫的方子、治病的方子，然后就是一些养胎药方、生子秘方。长安只收了3个方子，其他连同系统一起毁掉了。目前为止，那些野鸡系统都销毁，只留下个不整事儿的咸鱼系统和他的宿主。处理完逆袭系统的第2天，父女俩和大衣就离开了京城。爷，房子我们都搬走了，回不回去凉州郡都可以吧？长安翘着小胖腿靠在车厢壁上，有些无精打采的样子。顾老六吃完手中的糕点，拍了2下手，把碎屑拍掉。长安嫌弃地挪了挪。爷，你已经不是3岁小孩子啦，这个东西别弄得到处都是。哦，那你别给掉渣的东西给我吃，噎得慌，还掉的身上哪里都是。顾老六不承认是自己的错，肯定是闺女儿和糕点的不对。你看我像是会买这种糕点吃的人吗？我都是你自己买的嘛。这锅他不背。顾老六回忆了一下，好像确实是他自己买的，他闺女儿从来没买过糕点。他立即转移话题，这账不能再算下去了，不然吃亏的是他。要不我们先去江南住段时间，不喜欢就再换个地方。那就去吧。长安没啥意见，他们现在就是处于无聊的状态。顾老六想带闺女儿去别的地方寻找刺激，然后再次发现他们走不了，召唤亲爹都没用，他爹不搭理他。他们没有像来时一样一路狂奔，大衣赶着懒洋洋的骡子，摇摇晃晃地走在路上。然后长安就看到一个走路的人超过了他们，然后是第2个、第3个。以这速度去江南，他们能在路上走2年。行人看到那头慢腾腾的骡子，跟随时要断气一样。有好心人上前提醒大衣：小哥，你这骡子恐怕是病了啊，有那条件还是换一头吧，不然你们半道上可能就得下来走路。大衣礼貌微笑：谢谢大哥提醒，这骡子没病，
他是发懒不愿走。那人听后就没再说什么，便大步离开，骡车还在后面晃晃悠悠。长安跟大衣说了声：大衣，爸爸下个城池就把骡子卖了，我们换一头听话的。知道长安是在吓唬骡子，大衣煞有其事的认真应了声：是。原本半死不活的骡子一听到要卖掉它换新的，一扫之前那半死不活的样子，立即恢复了正常状态。他们赶路无聊了，就进空间种地做桃花酿。空间里没有四季，桃树开花结果，3个月就能收获一茬。顾老六用灵泉浇灌的桃树结出来的桃子清甜可口，空间里晒不了桃干，因为它能一直保持新鲜状态。然后长安就开发出了他老六爹的另一个用处，用神力制作桃子干。他们的桃子不用甘草腌制也好吃，它自带一股香甜的味道。因为是制作吃的，顾老六非常的积极，都不用长安叫他。空间里的桃子成熟了，他自己就会去忙活。他们是在烟雨朦胧的傍晚到的江南，找了间江岸边的客栈驻足。长安看到了杜牧诗里写的烟笼寒水月笼沙，也见到了贺铸诗里的楼台见新月，灯火上双桥。不过他没看到隔着江水高唱玉树庭花的歌女，也没看到夜夜笙歌的花船。可能是时空不同，时代不同，所以有所偏差吧。第二天朦胧细雨停了，还出了太阳。长安拉着打算在客栈闲鱼躺的好大爹出来遛弯。他觉得江南街上卖的东西比京城里的有趣多了，玩具还蛮多的，有竹子编制的竹蜻蜓，也有木头雕刻而成的小木马。挑货郎摇着拨浪鼓停在一角兜售自己的商品。捏糖人的摊子前围着一圈小孩，小男孩拿着糖人在一旁跟妹妹分享。街边卖的东西五花八门，长安基本上每个摊子都看了一遍，买的东西都在大衣手里。众目睽睽之下不好收进空间，只能先劳累一下大衣。长安手里捏着小狐狸的糖人，顾老六一把抱起闺女，张口就咬掉了小狐狸半个身子，然后又是嗷呜2口，长安的糖人就只剩下一根棍子了。长安双目圆瞪，像是有些不敢置信，小胖脸上的婴儿肥都颤了颤。爹，说好的你不爱吃糖呢？我只是刚才不爱吃啊，现在又爱吃了。还挺好吃的。闺女，你再去买一个。那摊前都是小孩子，他还是要点面子的。他把长安放回地上，拉着他的胖手向他撒娇。去嘛去嘛。这夹子音听得长安鸡皮疙瘩掉了一地，他脸上的肉肉都抖了3抖。他没得感情地抽回了自己的手，认命地迈着小短腿去给他爹买糖人。大爷见他又来了，善意地提醒长安：小孩子是不能多吃糖的哦。长安露出标准的8齿微笑：是买给大孩子吃的。他的家长不好带，好羡慕有个乖家长的宝宝。捏糖人的大爷笑笑没说话。刚才他看到了全过程，这位父亲让他开了眼界。还是要小狐狸吗？要2只猪。长安伸出2根胖乎乎的手指，旁边要买小兔子的小朋友们惊讶地看向他，他们没有见过活猪，想象不出来猪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全都跟大爷说他们也要买猪，好想看看猪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么好看的妹妹都买猪，那猪一定长得很好看。好好，爷爷给你们捏小猪。在他们都在等糖人的时候，一个穿金戴银的小胖子冲过来。老头，把你摊子上的所有糖人都给本公主送去荣府。一股脑残公子的王八之气扑面而来，长安大眼微眯，敢跟他老六爹抢糖人吃？就在长安想要去教训他时，胖公子的随从追了过来。他先是跟卖糖的大爷道歉：老翁啊，您看能给我家公子多捏些糖人送府里吗？今年的糖都卖完了，你去别处买吧。
小公子，小的带您去别处买可好？不要，就要他的比别人的好吃还好看。唐人很快就做好了，小猪憨态可掬，胖嘟嘟圆滚滚的，可爱得很。他接过唐人，那个胖公子就要上手抢。长安不惯他这毛病，小胖腿抬起一踹，胖公子飞出去5米远，还好身上肉多没伤着。小公子，妹妹，你快走，等下他要是回去告诉他哥哥，他们会带人打你的。是啊，妹妹快走，荣家人很坏的。那个随从扶起他家公子，检查了一遍，看他没什么问题，这才松了口气。你伤了我家小公子，必须跟我回荣家去赔罪。小公子没受伤是一回事，但他肯定是要挨骂，这罪魁祸首肯定是要带回去。郭老六几步上前抱起长安，大长腿潇洒抬起踹出，随从比胖公子飞得还远。他这一脚踹得重，随从没有胖公子幸运，不仅摔断了腿，脑袋磕在地上晕了过去。大衣上前付了2个糖珠的钱，提着东西快步跟上已经走远了的一大一小。长安把其中一个小糖珠递给大衣，给，见着有份。谢谢小主人。郭老六手里的小糖珠比前面那只小狐狸多咬了2口，吃完还有些意犹未尽。没有啦，你不要逮着一样喜欢的就死命吃，这样一下就吃腻了。他们还未回到客栈，就有荣家人在街上找打伤他们家小公子和家丁的人。他们好像很怕卖汤人的大爷，对他一直陪着笑脸。郭老六抱着长安隐匿了气息，大衣亦是如此。本来街上就没有人看清过顾老六和大衣的容貌，至于长安，他们是看见过的。他们很清晰地知道长安的样子，但要他们描绘出来时，却一个个的都描绘不出来。卖糖人的大爷看着消失在街道尽头的背影，眸光微沉，若有所思地收拾摊子。今天打算早点下工。见他收摊，嚣张的荣大公子立即上前，笑得有些谄媚。季道长，我爹让我请您上府里一叙。荣大公子，请转告荣老爷，贫道学艺不精，贵府的事贫道无法解决，因果循环，还了这因果，事情就过去了。荣大公子有些懵，前面他听懂的了，后面他没听懂。荣大公子见季道长一点面子都不给他，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呸的吐了口口水。臭道士。然后便带着家丁继续嚣张地在大街上找人。再说回到客栈的父女俩和大衣，围坐在房间的小圆桌前，商量着晚上夜探荣家的事儿。闺女，这荣家应该挺有钱的，要不我们晚上又去劫富济贫？我看行。长安不会嫌钱多，当然是越多越好了，他可是有很长的寿命的，必须囤起来。我去给主人带路。父女俩同步点头，这个必须带上，比银郎有用多了，他能帮忙干不少活。父女俩和大衣没有等到夜深人静时再去荣府，因为没那必要。顾老六一个掌握了时间法则的奇葩，他要做坏事的话，谁能抓住他？荣府在西城区，占地面积广，目测有2个少师府大。不过长安还是觉得少师府建得更好看。荣家宅子真是一言难尽，白瞎建了这么大面积，那股扑面而来的暴发户气息，无一处不是在对外人说我很有钱，非常有钱。闺女儿，他家柱子上都镶金子和宝石，要不宅子也撬走？本来是没想要他宅子的，但是这荣府勾引他。爹，你公道够吗？其实撬走也不是不行，他老六爹的空间就是个小世界，把整个姬国撬进去都装得下。他自己的空间也可以，不过还是没有老六爹的空间大，可能就只有小半个世界。撬个宅子而已，又不是干掉天选之子，当然是够的。不够，爹也能弄来。天道那傻老头不就是头很好的羊吗？
在没离开前使劲薅他。繁星点点的夜空突然响起一道霹雳，顾老六挑衅地抬头看了眼。长安觉得他爹在作死，默默地离远了几步，怕等下被雷劈。然而等了好一会儿都没有第二道雷降下，长安觉得天道是在虚张声势，你倒是劈他呀。太怂了。大一的寻宝能力嘎嘎强，没一会儿就找到了荣家的宝库，真是闪瞎三人的眼呢。金子，宝库里全是金子。长安划拉了4箱给大一，郭老六送给他了4个乾坤袋，让他去和大二他们分，当然也不能少了长安空间里的高一他们仨。长安向老六爹要来3个空间戒指，和乾坤袋一样，只能装东西，没有别的功能。他把空戒指扔进空间给高一他们，然后又先收了3箱金子进去给他们分。长安空间里没有那么多仓库，金子就全收进了他老六爹的空间里。还好他们先找到了宝库，要是没找，直接撬房子，这宝库还不一定能一起收进去。宝库的位置比房子的地基还深，突然就想起邵师傅，人家没宝库，就2个库房存放值钱的东西，全一起收进了空间。果然有钱人就是不一样。顾老六还探查到有2处宝库，收完金子，3人又去了下一个宝库。这是个明面上的库房，放着些平时要用的东西，比较杂，绫罗绸缎、金银财宝、首饰玉器等都有。他们没有收这处，等会儿连房子一起搬。长安突然想到，爹，这荣家你有看他们是个什么样的家族吗？顾老六知道自家闺女是担心他把良善之家给薅了，当即解释给他听。荣家老太爷土匪出身，是以不义之财起家的，即使是洗白了身份，他们还是本性不改，做生意的手段非常阴暗，许多同行都被他们暗害致死，所以我们这是在为民除害。长安听到是这样的一家人，那他就放心了。下一处宝库也是在地底，入口处是一座偏院的厢房，移开花盆就能打开了入口机关。这处宝库存放的都是玉器、首饰之类的东西，长安也分了些给大一和高一他们。傀儡也是要有傍身钱的，反正不用担心他们背叛。他们有血气，他为主，他们为仆，若是背叛，死的也只是他们，更何况他还可以用意念控制他们，放心得很。他们收了这个宝库，回到地面上，就听见远处的院子里传来了惊恐的尖叫声。长安看了眼顾老六，爹！他一喊，顾老六就知道他要干什么。他闺女真的很懒，他自己用神识查探一下就知道的事儿，非得要让老父亲出手。这一看，他也吓了一跳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那只阿飘实在是丑到他了，五官乱飞，手脚还奇形怪状的，看了容易做噩梦。是荣家老爷子造的孽，年轻时强抢了一位平民女子回来做妾，女子不从，就被他折磨致死，女子化成阿飘来找他复仇。哼，这事儿我们不用管，让那名女子报仇去吧，因果报应嘛。父女俩外带一只傀儡，跑去有阿飘出没的地方，坐在离主院较近的屋顶上，看着院子里被红衣女子追着打的荣老爷子，像甩麻布一样拎起荣老爷子就左捶一下右踹一脚的，砰砰响的声音传得老远，长安听着都觉得痛。外面的人只听得见里面的惨叫声，却打不开院子的门，搬来梯子也没用，进不了院子。长安大为不解，爹，他不是阿飘吗？怎么能拉住圣人？他有修为，只要他不做有损阴德的事，他就能修炼成鬼仙，应该是遇到大机缘了。荣老爷子的妻儿小妾们全围在主院，大夫人焦急的来回踱步，他大儿子也不知道上哪儿厮混去了，整天的不见人影。哎呦，荣喜，快去请季道长来。是。爹，我们先把房子撤了吧，没房子也不妨碍这个姑娘报仇。
顾老六见闺女实在是困得慌，就把她放进了空间。你先去休息，剩下的爹来做。长安进空间里就往草地上一躺，秒睡。大二过来把他抱回了阁楼的房间里。外面顾老六以同样的方式定格了时间，双手结印，偌大的府邸就被连根拔起。空间远处的山脚下瞬间就多出了一座占地面积极广的大宅院。他们本来是没想要敲荣家房子的，可是谁叫他们在家里的柱子上镶嵌金子和珠宝的呢？顾老六把人都移回到以前的位置，不过现在是个巨坑了，大致位置还是没错的。荣老爷子都废了，大夫人成了主事人。他庆幸荣家在外的产业还在，生活还是能持续下去的。又想到藏在地下的财富，他便心安了不少。他有条不紊地安排着家仆，还好荣家不止这一座宅子，他先把人都转移到城南的宅子里。这是完全不给人活路呀！怎么会有如此恶毒的阿飘？靳道长一定要收了他。季道长嘴角抽搐，他要跟一只被自己夫君害死的阿飘讲良知，怕不是被刺激疯了。他没有理会大夫人，只是在周围走了走，手指不停地掐诀。然而什么也没有算到，这个天坑不是幻想，是真被搬走了。据他所知，那只飘没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不可能悄无声息地凭空搬走一座大宅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想到了那个能在人群中隐匿自己的男人，念头一起，便怎么也压不下去了。季道长见荣大夫人还在哭哭啼啼，嘴里念叨着：“不给人活路啊，老天不开眼呐！”他就想喝他两声，确实是不开眼，作恶多端的人竟然能够享受人间富贵这么久，而被他们所害之人连轮回都没有。不过老天不开眼没关系，有开眼的正义之人就行。他给荣家的未来算了一卦，看到结果之后，他嘴角的弧度怎么也压不下去。家仆被刺，产业被几大巨头瓜分，最后一家人饿死在城外破庙。他心情很好的离开了荣家大坑，早想收拾他们了，只是还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。没想到有人直接动手，不知道大神收不收徒。他会洗衣做饭种地，会带孩子，会赚钱。长安觉得江南的人富有，想着空间里堆积成山的粮食和蔬菜，地里还能源源不断的产出，养他老六爹完全没压力了。荣家的粮仓里少说也有2-3万斤大米，而且都是新米。他们吃习惯了空间里种植的大米，这种本土大米他们不太爱吃，连一向不挑食的老六爹都不喜欢。于是他便提议：“爹，我们去摆摊卖大米，反正放那也是积灰，不如卖出去换银子好了。”空间里，顾老六蹲在桃树的树杈上，那姿势说他跟猴子同族都有人信。他摘下一颗桃子，因为是毛桃，表面上特别多毛，他就用衣服擦了擦。完全擦干净是不可能的，这老六连毛毛一起吃了，特不讲究。长安实在是看不下去，上前3两下把蹲在树杈上没防备的老六爹给摇晃下来。顾老六掉下来时脸着地，他闺女要谋害亲爹，因为摇晃得太过用力，树上的桃子全都掉了下来。顾老六原地翻了个身，躺着捡地上的桃子吃了。好得很，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躺下，还有的吃，美得很，还不忘向长安抱怨2句。哎呀，闺女儿，爹知道你力气大，但是下次能不能不要让爹脸先着地啊？这么好看的一张脸，要是毁容了，着实可惜。吃完一个桃子，他又懒懒地说道：“卖什么米？江南人不缺米，先放着吧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。”长安蹲在地上捡了些桃子，想着不卖就不卖吧，以后要是用不着，他就让高一天天煮这种米饭给他吃，吃个2天，他自己就会主动出来摆摊卖米。他兜着桃子去旁边的小河里，一个个洗干净。顾老六爬起来坐在他旁边，长安洗一个，他吃一个。闺女儿，要不我们再去山里找点果树？长安想到了荔枝和龙眼，砂糖橘和柚子，
这些东西可能要去岭南的深山里寻找，还不一定能找到。可能不太好找，要不问你爹呀？什么我爹啊？那是你爷爷。顾老六吐掉桃核，顺手把长安手里最后一个桃子也拿来吃了。长安这个洗桃子的连桃子皮都没混到，扑通一声，顾老六掉进了河里。这次真不是长安推的，是他自己起身没站稳。他的本意是想躲开长安，没想到长安没出手，他自己掉下去了。长安呱唧呱唧鼓掌，起身向在河里扑通的老六爹做了个鬼脸，还转身扭了扭屁屁，然后便一溜烟地跑走了。空气里传来他的声音：我爷爷不就是你爹吗？别告诉我你还有别的爹。顾老六爬上岸，躺在河岸边，开始花式叫爹。他爹就像被魔族绑架了一样，半点回应都没有。在空间里待了一个白天，他们晚上才出门活动。热闹非凡的街道上，有年轻的公子小姐、文人墨客、江湖侠士，亦有普通百姓。长安骑在他爹的脖子上，享受着 VVVIP 的视觉效果，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。看到满街的脑袋瓜子，河里飘着一盒样式不同的河灯。今天这是什么节日吗？闺女儿，想要做一件事儿，并非一定要等到特殊节日。顾老六驮着长安站在桥上，望着河面上密密麻麻的河灯。他很想告诉这些放灯的人，别做梦了，你们这样许愿是实现不了的。想发财去找财神，想结好姻缘去找月老，想健康平安去拜佛。他们各司其职，而且专业对口。在这河里放个灯，写张纸条，你们是指望那些神仙自己捞起来看吗？他们应该是没那么勤快的。当然也不要事事都想着靠许愿来实现愿望，凡事都得靠自己努力去争取。众生皆苦，万般皆是劫。突然风起，河里翻起巨浪，河灯全部打翻熄灭。爹，这缺德事不会是你做的吧？不是，放着还挺好看的，没必要。水里有个大家伙，那些人总是在河里放灯，许多沉到河底，影响到他的生活了。岸边的人看着被打翻熄灭的河灯，许多人都惊呼出声，有的更是哭了起来。长安很想问，他们到底许的什么愿？至于吗？再放一个不就好了？顾老六悄无声息地把河底的东西收进空间的河里。天道绝对是玩忽职守了，不然怎么总会有大家伙出来蹦跶呢？河灯被巨浪打翻，大多数人都没了再放一次的心思。他们眉头紧皱，觉得这是老天爷的示意，他们的愿望无法实现。两个江湖侠士从父女俩身边走过，边走还边交谈。师兄，你信这里真的有修仙秘籍吗？不知道，不过师傅都来了，那应该是有的。师兄，如果你手里有修仙秘籍，你会拿出来拍卖吗？那肯定是不会的，我又不傻。就是啊，那风家主为何要拿出来拍卖啊？风家主有可能看不懂。你觉得可能吗？都是习武之人，而且武功与师父不相上下。他若看不懂，师父能看懂吗？我们能看懂吗？师弟觉得这就是个幌子。至于风家主为何要以这种方式把武林中人召集过来，最有可能就是在算计什么。顾老六想给那个师弟竖个大拇指，小兄弟很清醒吗？哪儿还有什么修仙秘籍？就算有也是废书。真正的修仙秘籍在那个粽子墓里，全被他给收走了，流落于世的都是骗人的。那俩师兄弟越走越远，父女俩没有刻意去听他们后面在说什么。他们在街道上溜达了2圈，买了些吃食就回去了。途中他们发现了一样美食，一个阿婆做的黄米糕，父女俩全给她包圆了。黄米糕也就30块的样子，还不够他老六爹一个人吃呢。他准备明天去粮铺买些黄米，让高一研究一下，看看黄米糕该怎么做。加点红豆和红枣应该会更好吃，正好冰箱里有这2样。看到黄米糕，长安就想到红糖发糕。
于是在种地的高一接到了来自小主人的订单，做红糖发糕。让长安意外的是，他们竟然与刚才遇见的那俩师兄弟住的是同一间客栈。晚上父女俩特意偷听了他们的谈话。师傅，封家主手里真的有修仙秘籍吗？你性子太过急躁，应向你师兄学学。弟子谨记师傅教诲，弟子定会向师兄好好学习。不是修仙秘籍，是荣家的宝藏图，他是想召集大家一起去寻宝。小师弟有些怀疑，有宝藏不自己去取，把武林中人都叫过来，封家主看着也不像是个傻的呀。你以为取宝藏是那么容易的事？更何况荣家本来就是悍匪起家，他们的藏宝地肯定是危险重重。危险就不去呗，那么多人能分多少？说不定还要把命搭上去。师父，弟子觉得此行需谨慎。封家主本来就是个不好相与的人，他把宝藏之事暴露出来，恐有诈呀。老头听两个弟子都不想他去掺和，思考了好一会儿，也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妥之处。另一边的房间里的父女俩，爹，荣家还有宝藏？没有，荣家的宝藏都被我们收走了，那个藏宝图是假的，有人想算计武林中人在江南的产业。顾老六觉得这人够狠，竟然想要一网打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老头就带着两个徒弟离开了，他们明确地说了不想参与此事。老头的理由是，我们门派小，人也少，平时花费不多，就不参与寻宝的事了。顾老六没有阻止的打算，过于贪心的人总要付出点代价，这样他们才能得到教训。看看人家老头，两个徒弟清醒，他自己也不贪心，这灾祸就避过去了。再看看其他人，眼里是毫不掩饰的贪婪，都在讨论那莫须有的宝藏。父女俩出了客栈，直奔粮铺。他们是来买黄米的。他们在粮铺遇见了那个做黄米糕的阿婆。阿婆好，还记得我吗？记得。是这样的，我家主子喜欢吃阿婆您做的黄米糕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我们买黄米，您帮我们做，然后麻烦您送到悦来客栈，我们给您辛苦费。可以，你们不嫌弃老婆子做的不好吃就行。大姨买了5斤黄米，他们也不知道5斤能做多少，让阿婆在原地等着他，就去了杂货铺子买糖和红枣。3样材料，阿婆接过东西，特意告诉了大姨她家住在哪里。离这处有点远，在北街区的第3条巷子，第5家的茅草屋就是我家。大姨点头记下，她才背着东西离开。阿婆离开，大姨又重新买了20斤黄米。回去的路上，她让顾老六去找黄米的种子，自己种点省得买。空间地这么宽，自己不种花钱去买，怎么想的？这死抠的性子，是学了我闺女儿吧？知道了，真是的，就没买多少，我们不差钱，该花花。主人，您能活很久很久，用您的寿命去除以现有的银钱，您觉得还多吗？大姨像是耐心的家长，在教小朋友勤俭节约。郭老六想了一下，他可与天地同寿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天地能存活多久呢？这没法算。然后他表情空白了一瞬，跟他的寿命比起来，就空间里那点银钱真的不算什么。所以其实他们很穷。看来他耗的不够多呀，他就没想过世俗钱财他们用不用得上，反正多存点就对了。爹，我们出发去找果树吧。长安觉得玩儿不如去做点事，他们的空间还缺很多东西。顾老六当然是没意见，找吃的他最积极。等阿婆送了黄米糕过来，我们就出发。回客栈的途中遇见了那个卖糖人的大爷，看样子是在等他们。大衣上前挡住了季道长，顾老六没有停留，带着长安立即离开。您老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。
大衣露出得体优雅的笑容，如从大家族走出来的贵公子。姬道长看到他倒是愣了一下，感觉眼前这人有些奇怪，但他又说不上来是哪里怪。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想问问你家公子他是否是修道之人。姬道长这么问，大衣立马就想到了消失的荣家大宅，想必是发现了什么端倪。他从容坦荡地回视季道长：不是，我家公子只是普通人。季道长看他眼睛都不眨一下，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，一时竟无言以对。他搓了搓手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：我想拜你家公子为师，麻烦道友代为传达。道长，我家公子不收徒，您的本事已经是天下数一数二的了，行走于世间完全没问题。大衣行了个道门才有的礼仪，拎起大袋黄米往背上一甩，潇洒离开，看得季道长嘴角抽搐。这反差实在是天下数一数二的本事，可他并不满足于现状，他觉得他应该还可以进步，只是缺个能够教导他的人。客栈里，长安啧啧摇头，这唐人大爷眼光真是毒辣，一眼就选中了个最厉害的。爹，要不你收个徒弟？不行，没有师徒缘分，这因果结不得。他才不收徒，收了得教，麻烦。长安想想也对，能不沾的是非就尽量远离吧。他午休起来就发现客栈少了许多人，一些江湖人中午就离开了，应该是去寻那个假宝藏去了。父女俩又进了空间。顾老六的空间里野兔泛滥了，再不控制住，一个圈都装不下他们。当初抓回来的野牛也繁殖了不少，他俩就打算下午在空间里做吃食，用牛肉和野兔做些肉类零食，麻辣牛肉干、原味牛肉干、香辣牛肉干全都安排上。兔子做成麻辣兔头、麻辣兔腿、香辣兔肉，专门养虾的池子里已经是虾满为患，也给安排上。这个也做了多口味的。一直在客栈窝着的父女俩在空间里做了不少吃食。黄米糕没让阿婆送过来，是大衣去他家里拿的。收拾好东西，他们打算再次出发。他们在朝阳升起时离开了这里，下一个目的地是岭南。没办法，顾老六一直联系不上自家老头子，只能自己出去找。去岭南的路上，长安没要求大衣按照正常速度，随他发挥。他和老六爹进空间里去，种了那么多年没结果的蜜薯，今年用灵泉浇灌的竟然结果了。正好这2天收获，长安准备晒些红薯干。这东西也经吃，关键它粘牙，正好给他老六爹吃。爷爷去生火啊，把这些洗好的红薯上锅蒸熟。啊，不是直接控干水分就行吗？顾老六拿起一个生红薯，原地表演了红薯干速成。长安看着已经成干的大红薯，怂恿顾老六：爷，你吃吃看好不好吃啊？顾老六不疑有他，没有防备的一口咬下去，嘎嘣，牙松了。顾老六捂着嘴，满眼控诉地看向长安：骗制！我都知道你实验生火蒸熟，是你自己不听。长安摊着小胖脸，让大二过来烧火。大3和大4在河边洗红薯，种了2亩地，收获了很多。当然也不会全晒红薯干，留些平时蒸来吃，也可以生吃，但是不能吃太多，容易放屁。架在河岸边的大锅热气腾腾，红薯蒸熟后，甜糯的香味涌入鼻尖。顾老六盘腿坐在一旁，眼巴巴地看着大锅。他只有一个目的，等吃。长安去摘桃花，他打算多做些桃花酿，然后再做些桃花糕。空间外，大衣驾着骡车，玩得开心得很。有人的路段就是正常人和骡，没人的时候就是精神小伙和精神骡。父女俩大多数时间都在空间里，只有路过城镇时才会出来。这天他们刚进镇里，就看到一大群人往一个方向涌去，听到人群里有人在喊：张家小姐抛绣球得去了！顾老六赶紧拉着长安躲进了空间里。
张家小姐抛绣球正好在他们的必经之路，虽然不一定能抛正她，但还是避免的好。要是那个张小姐运气好呢？她真不是一般的自恋，都快成普信男了呢。骡车穿过人群往另一个方向行驶，该说那位张小姐的手劲大吗？骡车离得这么远都能砸到，正好被车厢顶接住。老六爹的担心还是有必要的，还好他们进了空间，不然肯定会被赖上。骡车被一群家丁拦住，管家上前抱拳行礼。郎君，你的骡车接住了我家小姐的绣球，可否请你家主子下车一叙？大衣没有搭理他，长鞭一甩，红色绣球从车厢顶离开，再次飞入人群。请让开。大衣依旧温文尔雅，眼里却布满寒霜，不管对什么人，他都能保持温和有礼。管家还要再说什么，大衣再次开口：车厢里没人，你们小姐的绣球可以重抛，请你们马上让开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本来是想强压着大衣认下，但刚才他说话时那扑面而来的威压，要不是这人收得快，他差点就要跪地。管家连忙带着人退至一旁，给大衣让路。这时人群里一声声失望和谩骂声传出，原来是一位乞丐抢到了绣球。站在绣楼上的张小姐脸色灰败，她看中的是那个赶着骡车的人，楼下没有一个人有她好看，可是为何她不愿意接呢？现在要她嫁给一个乞丐，还不如让她死了算了。张小姐掩面哭泣。张老爷也是面色黑沉，他虽看不上那个赶骡车的，但是也比这个乞丐强啊，最起码赶骡车的还有俊美的容貌，这个乞丐连面容都看不清楚，还佝偻着身子。暂且不提他是否有才华，最起码外貌要过得去吧。如此上不得台面的样子，如何能做他张家的女婿？不过他还是让管家把乞丐带进了酒楼。刚才那个绣球并非小女抛的，想必大家都看见了，自是不作数。张家会另择良辰吉日，届时还请诸位青年才俊再次赏光。人群发出喝彩声，张小姐也悄悄松了口气，还好爹没认下那个乞丐。骡车出了小镇，父女俩才从空间里出来。这一路上的景色挺不错的，他们就没有一直躲在空间里。他们赶路的速度不均，时快时慢，2个月才到达岭南。到达岭南后就直接进了山，没有在城镇晃悠。岭南的山林比较潮湿，而且蛇鼠虫蚁比较多也就算了，他们还大多数有毒。100米内他们就已经遇到了3条毒蛇。顾老六淡定地放出从凉州郡深山带出来的那条蟒蛇。蟒蛇兄弟一脸蒙圈，怎么又换地方了呢？顾老六踢踢他，然后又威胁他：你去帮我们赶走那些蛇虫鼠蚁，做好了有肉吃，做不好就去挖土豆。蟒蛇兄弟想讨价还价，但顾老六不允许，梆梆2拳砸在他头上，手动拒绝还价。长安好像在蛇兄弟的眼里看到了委屈，还有想一口咬死他老六爹的想法。他在一旁添柴：爹，他想要造反。蟒蛇兄弟焦急地吐着信子：我没有，你别乱说。然后他又喜提一顿锤，挨完打还得去干活。有他游在前面，路都好走了不少，顺着他游过的痕迹走，都不用自己拎刀开路了。毒草和有毒的野果他们倒是见到不少，想要的果树是一棵都没见着。走着走着，他们误入了别人的地盘。这面靠海，隐居着3户人家。蟒蛇兄弟的身体太庞大，一出场就把人家小孩吓得窜上了树。看那利索的动作，一看就知道是老手，平时没少挨父母的打。长安嘴贱，他觉得有必要告诉这位小朋友事实。蟒蛇兄弟直起身体都比树高，你爬树是没用的。6、7岁的小男孩抱着树干，哇的一声哭得贼响亮。顾老六和蟒蛇都没说话，小男孩的父母以及他们的邻居都跑回了家，不敢出门。顾老六龇牙，
吓唬小男孩。你爹娘不要你了。小男孩停顿了一下，环顾四周，没一个人。他爹娘带着他姐姐躲起来了，这下哭得更大声了。你们做个人吧！把小男孩逗哭，他们就想离开。然而看到这3家房前屋后的果树，父女俩又顿住了脚步。郭老六把蟒蛇推到一边，切，躲远点。蟒蛇兄弟听话的退出20米外，不听话不行，会挨打的。哎，你们别怕，那蟒蛇是我养的，它不会伤人。我想用粮食和棉花种子跟你们换果树，行吗？他假装从背篓里，实则是从空间里拿出红薯和土豆，还拿了一把棉花种子出来。最先从家里出来的是小男孩的父母。见父母出来，小男孩哭哭啼啼的从树上下来。爹娘，你们怎么能忘记我？他父母有些尴尬，不过说出口的话却是理直气壮。你那么厉害都不用我们保护，姐姐是小姑娘，她爬不上树，我们要先保护她呀。那这是红薯，不过已经过了种植期，可以明年再种。土豆现在还可以种。郭老六拿着土豆和红薯给他们介绍，当然也少不了试吃的样品。小男孩的父母吃过红薯和土豆后，都爽快地同意跟他们换。粮食肯定是比果树珍贵，他们没有理由不换。3个红薯和3个已经冒芽的土豆换一棵荔枝树，2把棉花种子换一棵桂圆树。他们在小男孩家换了2棵荔枝树和2棵桂圆树。另2家见小男孩家里换了，也跟着换。父女俩换到6棵荔枝树和6棵桂圆树，另外还得换1棵香蕉树和橘子树。郭老六把果树搬进密林里，才收进空间。父女俩带着蟒蛇兄弟离开了别人的地盘。既然果树都已经找到，那就没必要继续在山里逛。他们让蟒蛇找了条最近的路下山。郭老六想再去一趟南海，上次忘记收蛟龙的家当了。从最近的路下山也走了2天。从山里出来，郭老六就把蟒蛇收进空间，放出骡车和大衣。现在他们是在小路，不好飙车，大衣和骡子都正经了不少。大二他们已经把果树种好，郭老六浇了些灵泉水，看着他们恢复生机才放心。长安没想到他们在路上能看到流放之人。新帝登基不是大赦天下吗？怎么还有被流放的？男女老幼20多口人，全都只穿着白色中衣，大人的手脚上戴着镣铐，小孩的脚上绑着绳子。一行人蓬头垢面，精神萎靡，其中有位姑娘鼻青脸肿，头皮都被人薅了一块，这一看就是被人打的。这些人是从另一条路走上来的，与长安他们去的是同一个方向，倒是不用刻意让路。押送他们的官差像赶牛一样，谁走慢了就一鞭子挥过去，就算走得快断气了，他们都不敢落后。郭老六啧啧2声，摇头晃脑的，眯着眼睛啃了口红薯干。儿女都是债啊。感情罢了，谁也别笑话谁。哎，那8两的也可以笑话半斤的呀。你知道前面那些人为什么会是这个下场吗？为什么啊？礼部尚书之女买通皇帝身边的宫女给皇帝下药，要不是皇帝警觉，她已经成为了废人。哎，你是不是想问她是怎么买通宫女的？礼部尚书的儿子是禁军里的一员，兄妹俩合伙作案。这礼部尚书也不经查，本来皇帝还没这么快清算他的，就算清算，最多也是让他告老还乡。没想到他的儿女直接坑了他一把，然后皇帝就愉快地把他们一家打包送来了岭南，还是要去生活条件最艰苦的地方。这一路上我们走得不快的话，应该能与他们同行一段路。那个儿子死了，上家姑娘把他哥哥推出来了顶罪。郭老六长臂一伸，把长安搂了过来，脸对上长安的小胖脸，跟撒娇的二哈一样猛蹭。不知道他爹又是哪根神经错乱，长安一掌呼到他脸上，把他脑袋推开。爹，你皮糙肉厚的，别把我的脸给蹭秃噜皮了。
顾老六顺着他的小胖手的力道移开大脑袋，不过他好像很开心，从他那双闪着光芒的眼睛就能看出。长安实在是猜不到他开心的点在哪儿，不过不用他猜，顾老六自己会给答案。闺女儿，还好我只生了你一个。这是怕他家也出奇葩呢，已经够奇葩了，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。他要是有哥哥，那还用自己干坏事吗？直接让他上呢，根本就没顶罪这一说。不知道大一是怎么样的跟在这群人后面走了2天。长安突然想吃桃酥，他只知道制作方法，但他没做过。他这2天就一直窝在空间里，和高一一起研究做桃酥。知道长安在做新的吃食，顾老六就乖乖的在外面等着，有时也会进空间看看，那些做失败的都进了他的肚子。失败品也没多失败，就是品相不好，有些奇形怪状，味道还是正常的，有时可能会有一点甜。顾老六可以随意进出长安的空间，长安却不能随意进出他的空间，只能感叹一声，他爹还是爹呀。等他们做出正常的桃酥已经是3天后了，刚出空间就发现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。大一头上戴着顾老六用香蕉叶子和竹子给他做成的大斗笠，那绿油油的颜色差点晃瞎了长安的眼。他完全忘了自己戴个绿帽子的时候，差点把银狼给晃得跟他们断交。不过还挺实用的，只要不下大暴雨，这斗笠就能一直戴着。前方各种不同声调的哭泣声传了过来。那个前礼部尚书的老母亲去世了。等前面的人都带着尚书娘上山安葬时，大一赶着骡车超越了他们。雨一直下着没停，空气潮湿阴寒，父女俩实在是不喜欢这样的天气，大部分时间都在空间里。本来是想把骡子和大一也一起收进空间，等天黑了再赶路。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后面那群人走得还挺快，竟然追上了他们。顾老六立即收了动作，差点就给他们表演了一个大变活人和骡子。爹，要不就别进空间，我看前面好像有个义庄，我们去看看。闺女儿，你一个女孩喜欢什么不好啊？干嘛要喜欢看义庄？别人家的闺女见到义庄时啊，我怕。他家闺女见到义庄时是两眼放光，还想进去看看。同样都是闺女，为何他家的不同？难道就因为她比较缺德，所以生出的闺女也异于常人？长安没搭理他，骡车在义庄门口停下，他就自己跳下了骡车。顾老六怕他一个人乱跑，连忙跟上去。他不是担心他闺女，他是担心里面那些。人家也没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，就不必遭他闺女的黑手了。这个义庄很大，是座2进宅院，建在山谷下，后背靠悬崖，门口有涓涓细流，绿柳垂滴，左右两边是荒地。这个位置还挺好，怎么就做了义庄了呢？多浪费啊！闺女儿，爹的功德不够，抢不得。郭老六生怕长安兴致一起要在这儿安家，他看了看周围的环境，又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不好，房子有这么大，其实住得下。他们不抢地盘是加入他们，这不扣功德吧？大一觉得跟着2个脑子不正常的主人想学好实在是有点困难。官差带着尚书一家也进了义庄避雨。义庄前院停放着许多棺木，有新有旧，最旧的都已经被重铸了。义庄并不脏，像是经常会有人过来打扫。父女俩有些失望，还以为可以拼个房呢，原来是有人看守的。不过他们没在宅子里寻找到人，也有可能是不住这儿。大厅里有些阴寒，那群人又淋了雨，都紧抱着自己瑟瑟发抖。他们明天起来得病倒一半。郭老六长臂一挥，就把长安捞进了怀里，一副好怕怕的样子。闺女，保护爹，我怕。要不你抱大一，我就这么小个儿，也帮你挡不了什么啊。长安看向大一，个子跟老六爹差不多，看上去比他爹还要结实。不错，能保护他家老六爹。郭老六和大一同时往后退了3步，这闺女儿是专坑爹呀。闺女儿，爹好像又不怕了。他
他用自己的外袍把长安裹紧抱在怀里，哪怕知道这点含义对他并没有影响，他还是会下意识地想要护好他。三人穿过前厅，从回廊进入二进院。郭老六放出神识，发现每个箱都放着一具棺木，这应该就像是住客栈一样，多出点银子就能住好点，说明是有家人照拂的。别看义庄这么大，都停放得满满的，一间空房都没有。郭老六随便找了一个房间进去，就带着长安和大衣进了空间。他们在空间里过得安安稳稳，在前院的一群人就有点不太好了。先是半夜有人发起了高热，上述的坑货闺女就是其中之一。先是挨了一顿打，然后又淋雨，能挺到这里已经是相当不错了。姑娘整晚高热不退，迷迷糊糊的，一个人缩在角落里。第二天，姑娘再也没有醒过来。我的女儿啊，你怎么这么命苦呀？旁人撇撇嘴，装什么呢？昨天人家高热不退，怎么不见你们夫妻照顾一下？李大人，你要把令千金送去附近山上安葬，还是先让他停留在这里，等以后你们再过来把他接走？就先安葬了吧，又要麻烦几位差爷帮忙了。两位官差帮着李大人去安葬他女儿，其他人就继续待在义庄等着。二进院里，躲在空间的父女俩也没打算离开。闺女儿，要不我们就在空间里生活，懒得出去了。顾老六像只晒肚皮的猫，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，眯着眼睛，像是在喃喃自语。长安靠在顾老六身上，正在吃桃酥。爹，我也想，但是我怕我们躲起来，你爹又回来抓我们干活。小胖手上的油和渣渣全抹到了他老六爹身上，抹的是理所当然，一看就是惯犯。顾老六起身熟练地抖抖衣服，不太在意地说道：不躲起来他也会让我们干活。闺女，有戏看。什么戏啊？有人要使坏，应该说是看守义庄的人想使坏，目标应该是外面那群人和我们。我们也吓一吓他。啊，对啊对啊，是不是很好玩？哼。大一他们在收庄稼，长安就自己洗虾挑虾线，先备好食材，等大一回来。在空间里想着怎么吓人，看守义庄的也在商量怎么吓他们。三人鬼鬼祟祟的从屋后的门进来，他们先脱去身上的蓑衣，躲进了一间光线不太好的屋子里。那些官差肯定有银子，还有那两大一小，骡子能值不少银子呢。小屁孩白胖胖的，看上去喜庆，能卖个好价钱，带回村去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呀。来儿，这样不好吧？我们只是求财，拐卖人家的孩子是要遭天谴的。洪大，你就是胆小，说不定被我们一吓，他们就再也不敢来这儿了。再说了，一个小丫头片子卖了也不会有人找的。叫洪大的青年心里还是有些忐忑，那个小姑娘养得这么好，可不像是个不受宠的。洪大开始打退堂鼓，不太想跟着赖二和别三去吓人了。洪大，你要是现在离开，可别怪我不念兄弟情分。洪大只能硬着头皮留下。他们在房间里等到天黑，乔装打扮好才出来。空间里，长安戴着祭司面具，顾老六戴着恶鬼面具。长安太小个儿，大衣就把他放到肩上驮着他。他们用白布从头裹到脚，只留下戴着面具的脸，然后就出了空间。漆黑的夜里，白色灯笼的灯光被风吹得闪烁不定，回廊里忽明忽暗，房门被风吹得摇晃不定，发出尖锐的嘎吱声。两道白影从对面的回廊飘过，刚从厢房里出来的赖二他们仨猛地吓了个机灵，他们有些惊疑不定地抬手擦擦眼睛，再看过去时，那里什么也没有，都以为是在房间里待久了，刚出来有些眼花。他们打理这个义庄已经有5、6年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诡异的事情。提着的心落下，继续往外走。他们也拿着白布把自己一裹，晚上光线不明，他们躲在暗处，还真能吓到胆小之人。
可是没走几步，他们又看到对面回廊2道白影忽隐忽现，还伴随着阴森恐怖的笑声，以及小孩唱着空灵恐怖的童谣，声音忽远忽近。别说赖三他们仨了，就连前院的人听见都吓得他们抱成一团，不敢睁眼。官差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，怀疑是有人恶作剧。领头的官差带着3人去2进院，一身正气，半点不虚。然而赖二他们就没有这脑子，也有可能是被吓懵了。从前院过来，就看到赖二提着棍子在到处敲敲打打。他们不知道这里何时又来了3个陌生人，看装扮应该是想恶作剧。这几人是想灯下黑，那2大1小该不会是被害了吧？差爷，我们是义庄的看守人，最近义庄老鼠特别多，我们就寻思看看能不能赶走些，免得打扰逝者不能安息。实在对不住，打扰到您了。住在这后面的2位公子和小孩呢？胆大的官差扰乱了长安和顾老六的计划，同样也让赖三他们的灯下黑玩不下去。顾老六抱着长安从别三这边回廊的厢房出来。不知官爷找我等是有何事？刚才这边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在下和兄弟们就过来看看，没什么事。他摆摆手，带着弟兄们回前院去。你们既然要住在这儿，就得守规矩，付房费。大一，男人冰寒的声音像是要把空气都冻结成冰，这人比鬼还可怕。温润的笑容从未在大一脸上消失过。他上前抓住别三，拖着他去对面的回廊，另一只手抓住赖二，转瞬便消失在原地。不是赖二和别三不想呼救，而是他们根本喊不出来，只能目露惊恐地被大一抓走。大一完美地解释了什么叫笑着送你下地狱。洪大吓得瘫软在地。顾老六带着长安嫌弃地回到厢房，把门关紧，就进了空间。同时瘫在外面地上的洪大失去了意识，躺在地上像是睡着了一样。清晨下了好几天的雨终于停了，还出了些太阳。洪大在回廊里睡了一夜，醒来时打了2个喷嚏。他摸摸额头，有些迷茫地看向四周。这不是义庄吗？他怎么会睡在这里？缓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想起是赖二和别三拉他来这儿吓人的，没看到他们人，应该是离开了。顾老六消除了他昨天晚上的部分记忆，记忆断片，不太连贯。即便这样，洪大也没有怀疑什么，以为自己是被赖二和别三敲晕的。他一心只想快点回村找赖二和别三算账。从前院离开时还好没碰到人，不然这脸就丢大发了。歇在前院的官差天还未大亮，就已经押着人离开。父女俩在空间里悠哉悠哉地吃早餐，还消了一下食，又吃了些点心，这才磨磨蹭蹭地走出义庄。下过雨的山路非常不好走，坑坑洼洼的，就连骡子都嫌弃得要命。路上他们没有再遇见那群流放的人，想来应该是走岔路去了某个村子。他们半玩半赶的又走了1个月，才找到当年那个沙滩。